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6月6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独家洞察：李强是谁？从平民出身到跃升总理。国务院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新任总理李强是政府的宰相，辅佐习近平领导政府的工作。李强于1959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县，1978年考入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学校农业机械系。1982年毕业后，李强进入政府，从最基层的乡镇层面做起，其后20年辗转于浙江的团委系统、民政系统、工商局，并于永康市和温州市主政。2002年，习近平调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李强担任浙江省委秘书长，直接服务习近平。当时为工作方便，李强在习近平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准备了一张床，晚上就在该房间就寝。李强曾经在与网友公开对话时，将自己作为秘书长的工作理念总结为勤服务才能体现素养，讲原则才能不乱章法，多思考才能当好参谋，重实干才能取得实效。习近平于2012年中共18大上接任总书记后不久，李强被提拔为浙江省长。2016年6月，李强试图第一次离开浙江，升任江苏省委书记。1年后的中共19大上，李强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后不久担任上海市委书记。2022年春季，上海爆发新冠病毒欧米克隆毒株疫情，经历了痛苦的、争议诸多的封城。担任市委书记的李强仕途没有受到影响，于年底的中共20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直升总理。李强是中国除开国总理周恩来外，唯一没担任过副总理的总理。李强政治生涯起步于浙江，计划经济色彩淡，国有经济比重低，改革开放步子大，治理方式很独特，简而言之就是能不管就不管，能少管就少管。李强主政过的浙江、江苏、上海这几个民营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治理模式也大体与浙江相同。李强形象地将其总结为店小二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打造世界一流营商环境。从李强的资历看，他也会把店小二经济在全国推广，因为他唯一熟悉的就是这个模式。只是许多省份与浙江的经济基础不同，比如东北或西北，国企比重大，市场化程度低，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贸然引入店小二模式，会不会水土不服？是不是需要先改造一下这类地方的经济基础？这是李强要考虑的问题。李强自己的话其实很好地总结了未来李强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服务、参谋、店小二、实干。中国要求大银行再次降低存款利率以提振经济。彭博社，中国当局要求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内的中国大型银行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至少第2次降低存款利率。此举是在对各个行业进行一系列打击以及与 COVID-19 相关的封锁之后做出的。在4月份信贷和新增贷款疲软之后，银行可能会在本周调整利率以提振贷款并支持复苏。恒大服务部门报告盈利转亏为盈，称解决了债务承诺。南华早报，中国恒大陷入困境的子公司恒大物业服务集团表示，其母公司的流动性危机并未对其收入产生深远影响，他计划寻找资金，这些资金被用作向负债开发商提供贷款的质押，后来被债权人扣押。2022年，物业服务部门报告的营业收入为118亿日元，17亿美元，毛利润为27亿日元，净利润为14.8亿日元。到2021年，尽管收入更高，达到131亿日元，但其毛额和净额均出现亏损。台积电可以帮助稳定美中关系，主席。日经亚洲，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董事长 Mark Liu 表示，该公司可以利用其作为全球最大代工芯片制造商的主导地位来改善中美关系。他说，如果台湾芯片产业继续蓬勃发展，将对地缘政治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如此，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重申，该公司致力于将其大部分最先进的生产能力保留在台湾。
刘海表示，台积电正受益于人工智能和芯片生产的紧急订单，以及满足生成人工智能需求的先进芯片封装。乌克兰战争，中法同意继续推动政治解决。南华早报，中国外事委员会称，王毅主任和法国外交官埃马纽埃尔·伯纳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协调了双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双方同意为启动政治解决不断积累和创造条件。此前，中国的欧洲促和之行收效甚微。中国一直在提升其作为国际危机调解人的形象，并一直在努力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但北京方面警告称，布鲁塞尔对中国发起的去风险化战略不可取。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上海下船试航。南华早报，经过近4年的建造，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离开上海码头开始试航。Adora Magic City 是一艘135500吨的船舶，由造船厂上海外高桥造船厂建造，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提供5G 互联网接入的邮轮。该船将于7月和8月进行2次试航，预计年底交付。该班轮的成功将使中国比其主要竞争对手韩国更具优势。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军队的危险接触看起来会继续？路透社，美国和中国军事装备最近的近距离接触正在加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增加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双方相互指责挑衅的情况下。自习近平主席开始大规模扩军以来，北京更加有底气采取更加自信的行动。美国及其盟国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巡逻，以捍卫各国在国际水域航行的权利，而中国则抱怨这种围绕其岛屿和主张的巡逻正在挑起美军的风险。由于投资者压住刺激措施希望，中国房地产股飙升。路透社，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房地产股在6月1日飙升 7.9%， 投资者希望政府出台更多支持措施来帮助陷入困境的行业。自4月的短暂反弹以来，尽管2018年底出台了政策措施，但一度强劲的行业仍受到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影响。国家支持的中国经济时报呼吁调整一线城市的限购令，而投资者预计6月份将出台更多房地产刺激措施。尽管投资者抱有希望，但一些人持更怀疑的态度，理由是消费者信心疲软。中国大学学费涨幅高达 54%。日经亚洲，由于高等教育的国家预算减少和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中国的大学正在增加学费，其中一些是20多年来的第一次。大流行病、财产危机和经济放缓使地方政府资金紧张，这严重影响了严重依赖国家资金的大学。中国的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金融危机迫使他们提高学费，预计高等教育预算支出下降 3.7% 至1020亿元人民币，160亿美元。马克龙试图在北约和乌克兰问题上妥协。彭博社观点，伊曼纽尔·马克龙在反攻中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由英国退欧和北约改革的欧盟。在经济衰退给德国带来压力之际，他的目标是在欧盟国家之间建立更多的桥梁。如果欧盟未能通过行动或外交投资来支持行动，这可能不是马克龙向他的合作伙伴提供的最后一次道歉。然而，在欧盟扩大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的共识。该集团未能阻止东方的民粹主义、非自由主义浪潮，并为决策制定和一体化制造了新的障碍。如何读懂习近平？外交事务专家警告说，中美之间的战争风险正在上升，两国都在为战略竞争做准备，建立军事力量，并结盟伙伴以应对未来的经济、外交和军事竞争。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德伯拉·塞利格森 （Deborah Seligson） 在约翰·庞弗雷特 （John Pomfret） 和马特·波廷格 （Matt Pottinger） 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的讲话。这些讲话似乎在诋毁美国。所有这些讲话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正在准备，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卡尔福回应说，虽然中国领导层具有侵略性和军事准备，但谈论中国准备开战可能会产生误导。中国尚未做出决定，据他说，战争和台湾对习近平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危机，而不是他应该抓住的机会。政府研究人员表示，中国可能在下半年进一步降息。路透社，中国证券报员引政策顾问和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可能会在2015年下半年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以支持经济。中国经济在2015年第一季度意外快速反弹，但在第二季度初失去动力。退市潮，中国开发商面临融资风险。彭博社，10几家中国房地产公司面临从国家证券交易所退市的风险，这将迫使公司关闭为陷入困境的行业提供的一个关键融资渠道。
至少有3家上市公司最早可能在8月份退市，而年底前还有7家上市公司将被除名。这样的移除可能会让一些公司除了在低估值时放弃控制权或重组其整个业务之外，除了继续上市外，选择有限。这一发展是对中国苦苦挣扎的房地产市场的又一打击。近几个月，政府加大了支持力度以提振需求。汇丰银行计划在香港举行峰会，以填补瑞士信贷留下的空白。南华早报。汇丰银行计划明年在香港推出自己的旗舰投资者会议。此前，瑞士信贷取消了自1990年代末以来一直举办的年度活动。该银行的活动将于4月8日至10日在中央商务区的康莱德酒店举行，预计将吸引2000多名客户和投资者。中国顶级风投警告美元融资只会变得更紧。日经亚洲。业内人士表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复苏缓慢，使得专注于中国的风险基金更难吸引西方投资者的资金。管理着26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生物技术投资者史蒂芬·王 （Steven Wang） 表示，他已经削减了美国投资者在其业务中的主导地位，转而在离家较近的香港、上海和北京举行会议。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投资者第一季度参与中国风险交易美元融资的人数降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独角兽声称在全天候电动汽车电池方面取得突破。彭博社。中国电池初创公司 Greater Bay Technology 表示，其新型 Phoenix 锂离子电池采用超导材料和热管理技术，可在暴露于寒冷条件下的5分钟内将电池从 4F 加热至 77F， 突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电动汽车使用的主要缺点。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黄向东表示，电池运行正常，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可以在6分钟内充电。大湾区是中国电池制造行业的新进入者，当代新能源、比亚迪和国轩高科等公司正在努力使电池充电速度更快，并能够行驶更远的距离。中国严厉打击网络隐形营销。日经亚洲。中国正在打击旨在利用中国庞大的网民的隐形营销。更新后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要求消费者能够将内容识别为广告。例如，这项规定对拥有官方微信账户的科技公司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据报道，根据这些规定，以分享健康建议的视频形式设计的中国媒体广告已经被关闭。这些规则将如何运作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它们被广泛视为中国当局试图监管该国日益亲力亲为的科技行业。北京必须采取行动促进增长，但要采取慎重的做法。南华早报。由于投资银行下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北京方面被敦促尽快采取行动。一项衡量5月份工厂活动的指标降至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加剧了人们对经济疲软的担忧，其中还包括青年失业率高、消费者支出低和企业利润恶化。尽管中国政府近期下调了增长目标，但其官方经济数据仍存在问题。中国糟糕的财政状况也开始影响基本公共服务，对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影响。中国100多个秘密警察局横跨纽约到东京。日经亚洲。根据 Safeguard Defenders 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中国在海外设立的100多个秘密警察局正受到其所在国家的全球审查。美国司法部最近调查并关闭了纽约唐人街的一个此类警察局。调查发现了中国国家警察的一个派出所，据称该派出所被用来骚扰一名居住在美国的维权人士。这些站是作为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获得支持的场所而设立的，但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所谓的跨国镇压活动。通过中国简报随时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ubrief.com